Hello， 我是那个大叔，欢迎再次回到我的游戏频道。今天继续带全军破敌3的对战影片哦。不过放心，不是高精灵啊，高精灵看那么多场应该演腻了，我是故意的。这边先放一下，这边是对手阵营哦。我们的这次的对手是高精灵，而我这次使用的是色聂，这次新出的传奇领主招聚者德卡拉。他是一个反步兵的领主啊，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面板数值，就是非常的色聂，跑速算不错，然后一样子的低护甲，然后这边看一下他的主动技能哦，这边是有加近战防御，还有加远程格挡，然后这边有加武器伤害。注意哦，它是加 25% 哦，不是加25%哦，这个不一样的哦，这个真的会差很多。然后还有这个匕首5护甲加40%，然后伤害抗性加 25%。不过呢，这两个只能选一个使用，无法同时进行。他这边有提到。然后这边继续看一下，它还有其他的东西，算蛮强的。我自己使用的心得就是，德卡拉在步兵战的时候，真的有发挥出这种所谓的反步兵的能力，非常的强悍。等等，我们可以来看看。那我们继续看一下我方这边的队伍编制哦。前面就是老样子是长矛兵，色聂的长矛兵。没有什么太多的介绍，跟意思是一样。然后这个单位也是这一次新增的色聂信徒反步兵，然后带闪避，定位就有点像是高精灵的游侠，不过我觉得它更强悍，因为它的武器威力高达40%，这可是可以跟赫斯剑圣一比的哦。单单看面板数值的话。然后再来呢，它也是带有闪避，然后这边有远程抗性，也是有加 25%， 所以算是比游侠更强悍的单位。不过也对啊，游侠造价600，这个造价900，贵的也是贵了 50%， 自然而然的能力要上升很多啊。好，那这边我们看一下弩手，哇，色聂终于有弓箭手这个单位啦。远程破甲反步兵，然后也是带有闪避，不过有点可惜的是，它的射程只有130。坦白讲，我觉得130真的不算远，以弓箭手来讲，真的也是算不远的。不过看在它有远程破甲的上面，我觉得加减啊，要不然色聂已经没有什么远程单位可以使用了。然后这边我们出了一只单体飞行巨兽。这一只就是反大的单体巨兽，而且它可以让对方中毒哦，所以跟它交战的时候有可能会拉不出来，可能会因为中毒的关系，所以会走不开哦，因为速度减了 15%， 有可能会走不开，因为它色聂它本身就是这个派系本身就是速度很快的派系。然后这边还有一对比较特别的，这一个寻欢者，它是有着近战破甲，而且速度非常快，是100，然后加上它可以让对方中毒，有魔法攻击，也有中毒，然后加上它还有破甲，这个单位是非常的强悍。当然啦，这个造价1800，不强悍真的不行啊。等等，可以看一下它的发挥，真的我觉得蛮好用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高精灵这边哦。高精灵这边已经看了很多，但是还是要介绍一下。好，战车是带弓箭的战车，就是这样子，它可以移动射击，很讨厌单位。然后箭矢射完，它还是可以去撞人。好，银盔骑士就是中价位的骑兵，而且它有带盾牌，还不错。然后有着100的高护甲，
那这一个就是长毛兵的精英版本啦，所有能力都比长毛兵更好的长毛兵，有点像讲废话。然后这个是查瑞斯的白狮精英版本，那能力就是更好更强。不过其实打色涅出这个一定是出错的打色涅绝对不可能会出这种东西。再来看到的赫斯剑圣，武器威力40，跟刚刚的双刀比是一样的，不过赫斯剑圣更贵，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更好用，毕竟它本身也是重甲，然后加上它也是有可以挡箭矢的能力，所以贵那几百块，我觉得应该算是 OK 的好，伊利莱恩掠夺者弓箭手，这也是我非常讨厌的单位。基本上只要是骑马拿弓的单位，我都很不喜欢，因为绝大多数那种骑马拿弓的玩法都是让人家觉得蛮恶心的。好，这边就是最便宜的骑兵啦，伊利莱恩掠夺者，高精灵的最基础的步兵，更正，最基础的骑兵不是步兵。那这边他出了一只傲幻凤凰精英版本哦，这一只很贵的要谨慎使用。那这一只是那个龙，高精灵的这2个单体巨兽绝对都不是在步兵群里面洗澡的哦，他们现在有其他的单体巨兽可以选择，这2个非常的需要操作啊。最后这边刚差点没有介绍到鹰爪弩炮，就是高精灵的弩炮。好，就这样结束，因为就只是弩炮而已，高精灵也没有其他弩炮了。好，刚开场他是点我方的色涅信徒弩手，其实我觉得弩炮不应该点这个单位。如果是我的话，我有可能会先点单体巨兽，或是点领主。虽然说考量到领主，因为这边有可能会射不中，我话会选择打空中的单位。空中单位在这种状况下命中率会稍微高一点，要不然也是可以打这边这一队的骑兵单位，因为骑兵单位造价原则上来讲都会比较贵，所以打这个我觉得也会比较好。我个人的理解啦，反正绝对不要去打什么这种弓箭手，而且他又在那么后排，命中率又很低。好，这个就是错误的示范哦。龙跳下来直接想要去很凶狠咬人，但是你错了哦，这真的绝对是错的。你看，直接上来被围剿，这个不用想太多。你看他的血量扣得很快哦，这边放了一个火焰龙卷风，很不错，但是放歪了，我有注意到这个有特别拉开，然后这个就整个放空了，放空就惨了。然后这边对方的战车切进来哦，然后这时候我方的那个长毛兵要立刻去接应，准备去从他后面捅他，要戳他屁股，一定要想办法不要让他就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种感觉哦。然后你看龙是很强悍单位，但是你看随便乱用这个血量，这个血真的不行。开场前后不到2分钟，这只龙就祭天了。他这个回来也没办法做太多事情。这个龙这是用法，这是完全的错误啊！好，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寻欢者哦。寻欢者，我这边是在偷袭赫斯剑圣，不过对方有注意到，他派了一些部队准备做甲级哦。然后这时候我有发现，第一时间想办法先拉走，要想办法拉开，绝对不能被贴哦，要努力的再拉，尽可能的拉开。虽然说可能会被挡住啊，但是你还是要想办法。有成功，你看这边最后其实算有成功的拖出来了。虽然说好像有损失2个魔族，但是我觉得损失已经降很低了。那这边呢，龙回来了，但是呢又陨落了，这个没有办法。他刚刚那个血量真的是很不 OK 啊。然后这边现在是战况就是放慢速度，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基本上他们都是在做一个群殴啊，他们是想要尽可能的，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把对方围住，那我已经变成一圈，那对方这边是想办法在包住我，不过有困难，因为我有留一些东西要去准备去遏制，就是怎么讲，他包我第二层过后，我后面想要再包住对方，会变成这样子。然后对方这个伊利莱恩掠夺者有做到事情，这样冲，但是呢，你看我后面就是接着过来，他就是被夹住了。圣涅要很那个怎么讲，要完全去发挥出他的速度优势，尽可能的去做夹击对方。好，这个士气条就没了。啊，这次你看这个寻欢者斩杀了50个魔主。整个这边斩杀最多的寻欢者真的算是很强的。那这个录音兽，不要以为他只有斩杀3个，感觉不怎么样。他前面斩杀这个龙的时候，他的付出也很多。后面其实我有让他去追凤凰，那凤凰的血量其实几乎也都是他拍掉的。这一只在打单体巨兽来讲，能力真的算蛮优异的。不过不用想说跟什么恐惧西王那2个价格差那么多，恐惧西王一只3700块，跟他打，基本上恐惧西王应该是可以拍死任何人。好了，那这边呢就是错误的示范，不管是龙或者是傲幻凤凰，这2个都是送太快的。他们这2个单位其实不应该去那么早去切入战场。照这个配兵组合来讲的话，应该是要先让这几个尽可能的去勾引对方，勾引那个色孽去做包夹。那这边有很多骑兵嘛，你有骑兵的话，色孽在包夹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当成那个要做一个冲锋，然后立刻做拉走。就是没办法，因为色孽你如果反而被包的话，你会非常的危险。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赞，并且分享出去。我是那个大叔，我们下次再见，拜拜。